东皇，给我滚出来！圣人驾临，有失远迎。有什么招冲我来？欺负我那连仙道都还未成就的弟子，算什么本事？一大把年纪了，都活到狗身上了。小的若是早知道那陆哥是您的亲传弟子，就算是借小的10000个胆子，也绝不敢动他一根汗毛。求圣人高抬贵手，小的实在是不知情啊！欺负我弟子，当我死了吗？你杀我弟子一次，如今我也杀了你一次，你可服气？服气便好。我且问你，是谁让你去杀他的？谁让我去的？我那信徒啊，他生死危难之际，献计寿元请我出手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恭请太一神明降世。你放屁！万千世界，你有万亿信徒，偏偏就回应他，真当老夫好骗？圣人息怒。也罢。你不说也无妨，左右不过就那几个人，我心中已然有数。寻他去吧。老陆，你快递？我快递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买东西啊。我去拿快递，看到有你的，顺手就帮你带回来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管他了，先拆了再说。我操！啥副本？出啥？小友看壮壮不是本地人，我是从远处来的，在这山里迷路了，不知大哥能不能带我出去？成啊，遇人危难，自当出手相救。你且跟着我。靠自己，怕是没出去，先饿死在这儿了。大哥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还有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还好古镜发力，让我说的话和这里一样。我在家中排行老大，故名李大。这里乃是楚国苦县丽乡，你也是运气好，遇到了我。若是换作其他地方，遇到其他人，怕是生死难料。这怎么说？咱们丽乡出了位圣人啊，老子你可知晓？平日里好多大人物都来求见，他们对老子都是恭恭敬敬，口称圣人呐。你是说老子就在山下？怎么，你也想去见见他？想见。求见老子的达官贵人多了去了，这小子听到老子的名号，想见见也是人之常情。成，我到时候带你去见见，也就是我了。要是别人，还没办法带你去见他呢。这是为什么？丽乡之人皆是礼族，但哪怕同族，也有亲疏之别。而我与老子还未出五服，真要算起来，我还得喊他一声叔公呢。未出五服，那关系确实挺近的。叔公，你在家不？是李大，你今日不去打柴，怎么来我这儿了？叔公，我今日在山上救了一人，他想来拜访您，所以我就带他过来了。您看，来者是客，且先进来吧。既然人送到这里了，你还是快些去打柴吧，不然明日怕是就要饿肚子了。那我先去打柴了，你初来此地并无住处，等我打完柴，晚上过来接你住我那里。今天救陆哥可是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得加把劲儿了。这大哥是真好人啊！小子陆哥见过圣人。无需客气，且入屋一叙。我观你衣着不似中原打扮，
且还留着短发，不知你来自何方？也不知道这个可副本是神话背景还是历史背景。如果是神话背景，我随便糊弄一番被眼前之人发现，怕是在作死哦。就算是历史背景，我也没有什么本事，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2000年后的知识。我若虚假客套一番，圣人直接送客，那还怎么做任务？不敢相瞒，小子并非这个时代之人。不是这个时代之人，难不成你是上古先贤，亦或者未来才生？按照时间来算，我应该是2000多年之后才生。来自2000多年之后，难道时光当真能够倒流，覆水也能回收？这看起来好像是历史像啊！如果是神话，以眼前这位的分量，游走时空长河，那不是跟在自家散步一样简单吗？绝不会如此意外。小友，不知可否为我讲讲之后2000年之风光？您别这么客气啊，我担不起，担不起。孔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如今我向你求道，自该以师相待。这个时代的大佬都这样吗？这么谦虚的？那我讲讲，往后2000年，虽有王朝变换，但其实都大差不差。直到那场大变故发生，世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上登月，下擒龙，高楼大厦，车马不息，人皆衣食富足，无饿死冻毙之人。虽为天下大同，亦不远矣。我都快不行了，这老子一把年纪了，这么长时间咋还精神奕奕？我说的都没劲儿了。叔公，叔公，我卖完柴回来了。卖完柴就赶紧回家，陆小友以后住我这里了。你继续讲。好好好。叔公好像还蛮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嘛。以往那些个达官贵人，能在屋中聊半个时辰都算不错了。圣人，要不咱们明日再说吧，我这讲了一天，着实有些累了。我这辈子也没今天说的话多啊。从科技聊到军事，从民生聊到人文，也就是我现在处于高3巅峰期，不然问啥怕是我都忘了。也罢，那先这样，你也莫要喊我什么圣人了。今日一见如故，我老你小，你换我一声老李，我换你一声小陆即可。我都这么有牌面了吗？喊圣人老李，还别说，心里有些得劲儿呢。这饭虽然和李大家差不多，但那是白天饿极了，吃啥都香。此时嘛，实在难以下咽。怎么，不好吃？白日里腹中饥饿，倒是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此刻，眼前食物确实是不如我那里。那后世都吃些什么？那吃的可就太多了，有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陆哥，你坐下说。圣人也是人，听我说这么多好吃的，再看看自己碗里的饭，肯定觉得难以下咽。不过圣人肯定不会浪费粮食，那圣人都做表率了，我肯定也不可能浪费啊。外面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之前一直为我送草料的人，刚才来说以后怕是难以供给了。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这里，附近乡县皆是如此。这老牛没了吃的，搁着发脾气呢。虽然我不懂牛语，但看起来骂得很脏。为什么难以供给啊？所谓见危而知状，乡中草料难寄，必是有人收购，而能收购如此多者，必然是国家出力。你说国家收如此多粮草，还能做什么？要打仗了！唉，怎么要打仗了？我还是第一次离战争这么近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战争乃国家大事，你我又有何用？咱们即便想管，也是有心无力。与其如此，不如求学问道。走走走，昨日还未讲完那后世之事呢。妈，你别光想着自己呀，看看我。
牛牛我都要饿死啦！对啊对啊，牛都要饿。不对劲，10分有12分不对劲。刚才是他说话了，不然呢？还能谁说话？我操，牛会说人话了！昨天看老子的样子，这个副本不应该是历史副本吗？这牛这么会说话，这老牛自小跟我闲来无事常讲道与他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是通了灵性，不足为怪。老李啊，牛听你讲道都能说话，你是不是也会一些神通之类的？如果是神话像的，那自己抱上了金大腿，随便学几招，以后都万事不愁了。什么九转金丹、芭蕉扇、紫金葫芦、玄黄塔，还有那太极图尽在掌握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，你想学？想学可以啊，我教你。你为我讲后世之道，我为你讲自然之理，咱们也算互为师友了。哎，好啊。不过眼下还是需先解决这老牛的草料问题才行。乡中虽无草料贩卖了，但青草生于大地，处处皆有。要不我带他出去随便吃点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走走走。这牛怕不是饿狠了，这么急。这时代多以贵族养牛马，丽乡这里一头牛可供几十户使用，无牛者都用人来代替。此间齐腰青草都被手割，当成草料卖到外面。这些刚过脚边的青草倒是无人问津。青牛有灵，也不用担心青牛到处乱跑走失。你看我作甚？怎么，你也想吃啊？虽然知道这是神话副本，但看到牛说话，我还是不适应啊。我不吃，不吃。哦，没事儿，你要想吃就吃，这么多草呢，随便吃。牛兄，你知道太上道德天尊吗？啥尊？不知道啊，不认识啊。你是不是饿昏了？没事儿，这么多草呢，你想吃就吃。不认识吗？难道这个世界并非是那种顶尖神话像，而是历史与神话并存的？算了，不想了，管它是啥世界，抱好老子这根金大腿就行。牛兄，你跟着老李这么多年，都已经会说人话了，那你会不会一些其他的神通啊？我听人说你是天上的神牛，有神通，是真的吗？神通嘛，我能一顿吃万斤草料，这算不算？那除了这个呢？那应该没了。什么神通不神通的，我不在乎，我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吃饱。我说小鹿啊，你也别太在意这个。依我之见，你越执着于此，学道之心便会杂草丛生，如此怕是神通难成。悟道学道，贵在心念纯粹，待道具己身，神通自成也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多谢牛兄指点了。嘿嘿，还不错，你倒是个听劝的，能听劝就好啊。行了，吃了个3分饱，走吧，咱们回家吧。3分饱，那不跟没吃一样吗？要不你再吃点呢？我3分饱便足以顶3日，可现在你要是不回去吃饭，怕是就得饿得肚子咕咕叫了。牛兄倒是挺会为人着想的。那是，走吧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喽。记得明日你还得带我出来吃草啊。放心，肯定带你出来的。我好像已经逐渐适应这个时代食物的味道了。
下午我为你讲1个时辰的道，你为我讲1个时辰的后事，如何？可以可以。道，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名，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你知道这个？您的《道德经》在后世被奉为万经之王，不过我也没有太多研究，就听过几句。老李知道自己的道流传后世1000年，挺开心的嘛。那如今你可得好好学学，这一句话的意思乃是真理可明说，本质不可定义。好了，现在轮到你讲了。2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上课的时候明明感觉2个小时跟2天一样啊。好吧，其实我在后世还在上学读书呢，许多事情也是知其尘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要不我讲讲我平常学习的东西，这些我最熟。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勾股定理，洛比达法则。哎，这是有客人来了。这么长时间，还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来拜访老李。这么多人啊！牛兄好像有些不开心了。无名颜回，不知阁下事。颜回，儒家复圣，那岂不是说这次来拜访的人是万世之师孔圣人？这2人就是孔子的弟子吧？我名陆歌，他乃是我的弟子，亦是我之师。这位在老李旁边站着，身高9尺6寸，修上屈下，头顶微微凹陷的人就是孔圣人了吧？牛兄，今日家中有客，恐怕你要委屈一下，先找个角落睡会儿了。为何能让老子既收为弟子，又奉为师长？想必是内秀藏于心，才华不外显。他名唤陆歌，为我弟子，亦为我师。这位乃是子秋。孔子之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实乃3生幸事。能让老师奉为师，想必定有过人之处，不知有何教我？论道之事，日后再说。今日还是先谈正事。今日来，战乱四起，想寻我与他一同周游列国，劝说各国君主放下兵戈，各自修好。你觉得如何？这不过是无用功而已。欲消灭兵戈，唯有以暴制暴。当今天下各国群起，纷争不休，欲世间无乱，唯有出一强国，统一天下，如此苍生可定。老师当真不再考虑一下？小路的以暴制暴之法，我虽不是完全认同，但也说得有理。周游列国，劝说君主放下，这听着就不可能实现。人生有限，何必搓磨于此？我何尝不知希望渺茫，可总要有人去尝试。也罢，既然老师不愿，我也不好强求。弟子这便告辞了。我只是尽了一些绵薄之力。他这次来就是为了面见国君，希望各国修好。路过丽乡，就是想要劝我与他一起。如今战事已起，各国都不会停下。孔子学问精深，怎么会连这些都看不懂？小路，你随我学道数月，可曾找到自己的道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现在日子也不错。每天牵着青牛出去吃草，再回来与你论论道，我是不是挺没志气的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能算没志气？你这是已经找到自己的道了啊！随性自然，无为而为，与我类似啊！李大山中遇虎，快快召集人手去救人啊！
李大出事了。什么情况？李大、李二结伴去山中砍柴，不想遇到猛虎，好在李大拖住猛虎，李二逃了回来，却也身受重伤。你别拉着我，我还得去救人呢。李大不能有事，我必须去救他。李大山中遇虎，正值危难关头，老子借你剑一用。只是猛虎凶恶，你还需小心。不过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若你遇到他，万万不可胆怯，只需挥剑即可。老爷，我觉得小鹿还挺不错的，不仅愿意天天带我去吃草，如今也敢为报恩而怒起拔剑。要不您就把他给收了吧，以后回去了，我也能有个聊天玩耍的伴儿。你想什么好事呢？他的未来可不会局限于此，也就如今还能牵你去吃草，陪你聊天玩耍。待到日后，你怕是见他一面都难。不是，咱们打得过这家伙吗？老虎凶猛，但也不过禽兽耳。你若拒他而后退，他便会得寸进尺而食你。唯有鼓起勇气，与他殊死一搏，方可泄其锐气，让其畏惧。咱们……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你们来的时候气势汹汹，怎么现在全跑了？关键还不带上我。坏了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死了呢？狭路相逢勇者胜，不可胆怯，只需挥剑。吵，想吃我，那也得看你牙齿够不够硬。就算死，也得让你见见血。不是，就打我这么一个大猫而已，至于这样吗？我是犯了天条了。这一剑是我斩出来的，不对，应该是这剑的威力。果然啊，老李就是老李。神话之中随身物品都是宝物，难怪让我只管挥剑便是。李大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没事。小鹿，你是神仙吗？刚刚那究竟是何等法力？与我无关，都是圣人伟力。老虎死了，你先出来吧，咱们先回去。还好你聪明，躲进这里面去了。你还说你不是神仙？难道这石头是豆腐做的？难道我领悟神通了？我操，没跑了，走走走，快快回去！陆小哥真把李大救回来了！这，我的个乖乖，这怎么回事？问他，李大都知道啊！小鹿，怎么回事？我的个乖乖，你们是老李，哟，回来啦！我领悟神通了。别急，我知道你领悟神通了。来，先进来喘口气，慢慢说。老李，我这神通怎么样啊？还行，算是个小神通。小神通？这威力都能斩老虎了，居然只是小神通？神通分两类，3重。2类就是天生自带的天赋神通，还有自己悟道修成的神通。3重是小神通、大神通、无上神通。你这北斗诸死剑气不是你自己悟的，是你借我七星剑时，天上北斗七星给你的，属于天赋神通。这种神通想要将其彻底化作己有，还需日后多多夜观星辰，感悟其中之道。原来如此，
难怪我突然就会了，原来是北斗七星给的天赋神通，还好不用自己费劲领悟。再说说神通三重，小神通者乃驾驭物质能量之手段，如你现在这北斗助死剑气，乃是催动星光，还有那金木水火土等等，皆是如此。而大神通者，则是虚妄之道，如时间、空间、命运、因果等等，这些都是虚妄之道，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是却真实存在。至于最后的无上神通，已然触及天地宇宙本源，皆有改天换地、重造世界之伟力。我的天，改天换地，太厉害了吧！我一没修为，二没法力的，这剑气怎么催动的？不会是有蓝扣蓝，没蓝扣血吧？你这是想多了。凡修行者，皆习法术和神通以作护道之用。你可知法术和神通的区别？神通比法术更加厉害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所谓法术，实则乃是神通的简化版本。修行之辈众多，然天赋资质绝佳者须少。很多人与道缘分浅薄，可能穷极一生都难以触摸神通半分。因此有后来者将神通简化，创造诸般法术。神通者如人之本能，可随心而动，无需任何消耗；而法术者便需消耗自身法力，从而撬动天地大道，引起反应，才可爆发威能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愿意，可以一天12时辰不间断地放着北斗助死剑气。自然可以。这算啥？无限武力，这也太爽了吧！你如今已经得了神通，关于修行之事，也该了解一二了。老邓，终于要交出焚诀了吗？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修行者，我将其分作两种，一种便是如我这般不参禅打坐，不纳天地元气，只是参悟大道，如此神通自生，长生自得；而另一种便是如你所讲的后世话本中的一般，吞吸天地元气，修自身法力，或是结丹，或是凝练元神。两种修行方式，不知道哪种能更快得到焚诀。那老李，你觉得我修行哪一种比较好？修行之事无需着急，且安下心来，按住心源，拴住一马，不然不管哪一种，你都难成。往后依旧如之前一般，上午放牛，下午论道，只是到了晚上，你要多做一件事，看星星。哈哈哈哈，正是。还没到夏天呢，你这就出来乘凉了？我可不是乘凉，我是要夜观星象。我操，那7颗星星好像要掉下来了。醒了，你不是说夜观星象吗？昨晚才看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，咋就睡着了？啊，我睡着了吗？可是我感觉我很清醒啊，我还看到北斗七星从天上掉下来了。你还说你没睡着？那现实里星星怎么可能掉下来？你怕是昨日得了神通，开始做梦了。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割草吗？现在这好好的青草全都变成飞灰了，你这让我吃啥？我也没想到这神通威力这么大呀！我是真想割草的，但没想到剑气一碰到这些草，草就变成灰了。算了算了，你还是歇着吧，再让你割2下，我怕是真要饿肚子了。牛兄，我曾听过北斗助死，南斗助生，既然有北斗助死剑气，是不是还有南斗助生剑气啊？啥北斗南斗的，俺不懂啊。牛兄牛哥，咱俩都处这么久了，你还跟兄弟我装啥呀？老李都不装了。北斗助死，南斗助生，乃是大道显化。所谓剑气，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。既有北斗助死剑气，自然有南斗助生剑气的。真有南斗助生神通？不只是剑气，甚至还有刀气、枪气，
或者以法术作为承载表现。不过你就不用想了，你这北斗铸死剑气，乃是那北斗七星看在老爷那七星剑的面子上才给你的。他们是想要讨好老爷，可老爷只有北斗七星剑，没有南斗的，所以你想要再得一门南斗助生的神通，怕是不太可能了。老李，你神通广大，应该是知过去，晓未来。那后世之事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过去已经发生，难以更改，现在就在脚下，看如何抉择。而未来变幻无常，并非定数。对你而言，虽现在身在此地，但往后2000年之岁月已是过去，已成定数。可对我来说，未来依旧无常。你所知晓的，所经历的，只是未来无数可能中的一种而已。那一日李大遇险，你为何不惧生死，去冒险救他呀？我来这里之时，是在那山林之中，若非李大救我，又带我回家吃饭，我恐怕都已经饿死了。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自当报答。那你就不怕一去不回，被猛虎吞食？我若是因为救他被猛虎吃了，顶多后悔一时，可要是不去，怕是要后悔一生。我不是道德高尚的圣人，但也绝非知恩不报的小人。再说了，我还要跟着您学道修神通，若是道心不安稳，以后还怎么学道？那你现在可明白之前子秋为何要周游列国，劝说各国君主止戈了吗？老李，你是说他与我之前见李大遇难时一般？当今天下礼崩乐坏，子秋一直想要恢复周礼，想让天下大同，各国止戈，苍生安宁，这是他的道。你见李大遇险，不忘他的恩情，敢舍身去救，这是你的道。只不过与你有些不同的是，他此去周游各国，若是不幸惹恼哪位君主，因此身死，他也不会后悔，反倒若没有去做，倒是会如你一般后悔一生。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未见心中大道，自当无畏生死。哪怕只有一丝渺茫希望，也绝不会放弃。我懂了。当初你有此疑问时，我便可以将其中缘由告诉你，可我没有这么做。人教人是教不会的，唯有事教人才能深刻。现在也只是让你通过李大之事，让你明悟其中道理。若是有朝一日你遇到同样情况，也能守住本心，奋勇向前。小鹿，攸关星象呢。如今我就这么一门神通，只能钻研其中之道了。你跟着老爷学道16年，道行也不低了。有没有想过，你至今没有领悟其他神通，就是因为你太过专注星辰了，不观他物，如何悟道？神通又不会无端而生。牛哥说的好像有些道理。世间万物虽然入眼，但未入心。神通道种，我领悟神通了。成了！这神通领悟的倒是容易，没有我想的那般艰难。学道这么多年，本就该水到渠成的，只是你一直没用心观察天地万物，如今点破自然轻松。对了，你这新神通唤为何名？是长生神通。从此刻起，我寿元无限，可永世长存，只要不被杀，就不会死。你果真是适合走观天地、悟大道、修神通的路子啊！我之前问老李该走什么修行之路，他让我别急。今日你却说我适合走大道神通修行之路，这是为何？当初老爷让你别急，是想看你领悟的第一门神通是什么。若是其他，则需要走普世修行之道。而你现在第一门神通便是长生，这是神通修行之道的基础。毕竟人寿元有限，观天地悟道那都是百年千年技术。若无长生傍身，
怕是此生都难以领悟第二道神通。所以普世修行之道的终点，不过是神通修行的起点。如今你也算得到了，以后我也不用担心，哪天一睁眼就看到你死了。不跟你扯了，我已领悟神通，得去跟老李报喜。哎，这是在干啥？你要出门吗？没错，你如今已然得道长生，恰逢时机已到，收拾一番，咱们去西边走走。西出函谷关，是到了《道德经》出世的日子了。老李，我去跟李大告别一声。李哥，忙呢？你来了，先坐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好了。等会儿尝尝我新研究的吃食。不了，我这次来是跟你告别的。告别？你要去哪儿？老李想要去西边看看，我和他同行。不是，你们爷俩整啥呢？叔公也是的，一大把年纪了，不在家里享福，还到处跑啥呀？咋了？是怕咱不给他养老啊？这老胳膊老腿的，还敢出院门，不怕死半道上了？不行，我得去劝劝他。李哥，老李的本事你还不知道，担心他不如担心自己。我怕到时候他回来的时候，你都已经不在了。真要走了？那你也得等会儿，我做些干粮，你们路上带着。不用，真不用。望你们此去一路顺累，平安无事，在外面逛逛就好。记得一定要回来。你可算回来了，好香啊！你不会是跟李大在屋里偷吃好吃的吧？是李大准备的干粮发出的香味，喜欢闻就挂在你脑门上，让你闻一路。那也行。老子，咱们以后还会回来吗？李大还说等咱们回去呢，看来是要白等了。不回来了，莫要被其主宰心神。我与你讲的无上神通，你莫要忘了。不会忘的，人之本性嘛，舍之为无情，束之为忘情。若挥剑斩之，则入无情之道。从此我不为我，而化神灵也。此为炼心之道，须恒以贯之，万万不可中途而断。也好，以后回去了，我还能天天让小鹿牵我去吃草，开心捏。哎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打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我们没钱，你们真的会杀我们吗？你小子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咱们干这活计，谁少没有几条命啊？咱们差点就被杀了，还好我有些手段，不然今天怕是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说小鹿啊，你也是个狠人哦，这一路过来，你杀了上百的劫匪了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第一次杀人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还是很慌的，至于现在，已经习惯了。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你虽得长生，但若被杀，还是会死的。前面好多人啊！小鹿，不会是你杀劫匪杀多了，人家拖家带口过来报复了吧？要不咱们避一避，区劫匪，我用避他锋芒，咱们就朝前走。真要有不长眼的敢挡路，且看我剑气纵横，杀出一条通天大道。好像不是劫匪啊，是子秋。听闻老师出门游历天下，秋率众弟子前来护道。看来不止李大担心您一大把年纪在外面出事儿啊。我有我道，你有你道，何必如此？道皆同源，何分你我？我已让人在前方搭起炉棚，老师何不一步休息？弟子心中疑惑，也好向老师请教。
颜回兄，你这般入迷，是要将圣人言行尽数记下来？诸多学问，自当铭记。我还要编辑成册，传于后世，让后世弟子知晓圣人道理。家中2间空屋都快被竹简装满了。陆兄，可要看看，这是我前些日子刻好的。你看这个，之前我们偶遇怪事，众弟子皆言是鬼神所为，老师故出此言，陆兄以为如何？怪力乱神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哦，陆兄以为此话何意？我还以为是孔子遇见敌人，懒得与他多说，直接以自身怪力将对方打得神志不清呢。陆哥，那你看看下一个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不懂仁义的人，就算被我打死，又能有什么怨言？那这句呢？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这个很简单啊，就是字面意思，不就是早上知道去你家的路，晚上就过去打死你吗？我果然还是不行吗？连记圣人言行的事情都做不好，若是后世因我所记而误解圣人之意，我岂不是罪不容恕？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其实我明白其中的意思的。你真明白？人有千面，各不相同。同样一句话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理解，所以被误解本就是表达者的宿命。难怪这位陆小友能入老师之眼，果真是有不凡之处的。被误解本就是表达者的宿命，能说出这话，足可见他对于大道已经颇有自己的理解。还行吧，就那样。记我言行是你的事，如何理解是后人的事儿。若是被误解，只要他理解之意是正非恶，那便足矣。当然，若是有人故意曲解以谋其利，总会有人秉持正道重塑乾坤的。没错，没错，你只管记，后人受益功德在你，后人故意曲解，恶行在他。是我失态了，心态不行，一点就炸，还得练啊。再会。话说函谷关有谁啊？您为啥非得去那儿？子秋之道有弟子记录，传于后世，而吾之道，自然也许有人传承。本来你是挺好的人选，可你不属于这里，所以我只能另寻他人了。尹喜见过圣人。我不过一老朽，你怎口呼圣人？弟子善观气象，前几日就见东方有紫气东来，浩浩荡荡3000里，此为圣人驾临之象。而那紫气之上又有白云盖顶，故圣人当为白发老者。弟子已经在此等候数日，今日终于得见圣人，真乃三生幸事。别看了，你又不会忘气之法，你就是把天瞪穿了，也看不出端倪的。且先入关吧。小陆来了。怎么了？你我相识16载，不知你可愿正式入我门下？任务完成了，那岂不是说自己就要离去了？这么多年的时间，足以让我将你看得透彻明白。你为报李大之恩，敢舍生忘死，乃是义；面对猛虎奔袭，拔剑上前，是为勇；
16年时光，你日日放牛，与我论道，从无一日有缺，是为恒。这一路行来，所遇劫匪，凡杀生者，你皆杀之；凡无奈者，你皆劝之，是为善。你有此心性，入我门下，我倒也放心。故今日开口，欲收你入门。哎呦，我还有这么多优点呢，您这夸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跟你说认真的呢，严肃点儿。承蒙老师看重，弟子愿入门下。好，那你便是正式入门了，先起来吧。如今你已经入门，那我自该跟你讲清楚修行之道。所谓修行，乃是一切生灵追求自我进化，由凡至仙，以及成仙之后再超脱的过程。所以修行大体分作2个阶段，其一为凡，目标为了求长生，成仙道。那我如今得了长生，难道就是仙了？当然。想来想去，唯一差的就是不会飞了，顶多战力太弱，算是个擦边版的仙。仙道之下，修行有诸多分类，譬如炼气者，修浩然正气、乾元清气、坤载浊气等等。修行到大成，气不散，则人不死，自得长生入仙道。还有炼体者，追求肉身不死，可金刚不坏。炼神者，先修阴神，后修阳神，化作不朽元神。炼丹者，以自身为鼎炉，精气神为3昧真火，淬炼金丹，待9转之后自得长生，此为内丹之道。还有那外丹法门，乃是采天材地宝汇聚一炉。诸般修行法门，最终都是殊途同归，求的都是长生。你所走的神通之路也是如此。而成仙之后有9重境界，为人、神、地、天、玄、金、大罗或太乙，以及准祜元。比如你往后想要提升境界，只需不断领悟神通即可。领悟9门神通，皆人仙道果；18门成神仙道果，直至9981重，便是准祜元境界。那准祜元之后呢？准祜元之后，自然便是混元了。只是混元难证，非修行可成。想要成就哪一步，辛苦修行、无上功德、无边气运、机缘造化、天地大事、大道青睐等等，都缺一不可。那混元境界有什么厉害之处？混元者，圆满无缺，已然超脱仙道，万劫不灭，因果不染，与大道并存。待我出了函谷关，你便要离去了。往后你所要经历之地，在后世那些小说中常常出现，虽然其中细节不同，但大事是没改的。我只盼你日后能安安稳稳，不至于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您都知道了？我都说了，16年时间早已能让我将你看得透彻清楚。那古镜虽只是先天灵宝，但也是你的机缘造化。不过你也不能因此自大，毕竟生来便有先天灵宝，而后中途夭折者也不是没有。我太天真了，居然想着在您面前保留自己那点秘密。老师，弟子隐瞒此事，还望老师恕罪。什么罪不罪的？你没有错。逢人只说3分话，这是自保的手段。谁还没有自己的秘密了？若是你见了我，将所有秘密、所有底牌尽数告知，那我反而还看不上你了。好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且去吧。小鹿啊，咱们以后再见了。你妄自闯入这方世界，也就是遇到了我。换做其他人，怕是早就把你抽出来炼化了。莫不是看老头子我好欺负？哼，也就是小鹿还不错，但凡他要是不和我眼缘，你现在已经被我拿去给八卦炉垫脚了。小鹿如今入我门下，你以后便好好辅佐他。他入我门下，我本该送份拜师礼的，方才倒是忘了，你且替我转交给他。
行了，去吧。这是哪儿啊？哎，我回来了。不是啊，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我还没跟老师道别呢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且去吧。原来让我去，不是去休息，而是让我回来了。副本击出函谷关，难度 FSSSS 任务，得到圣人认可，与圣人吸出函谷关，奖励道德经，任务状态已完成。道可道，非恒道；名可名，非恒名。老师，这是神通？不，这是那《道德经》的作用。凡遇一物，观之便能触类旁通。这第一次副本说是奖励的《道德经》，其实是奖励的逆天悟性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老师将《道德经》给了古镜，而古镜正好不知道给什么，索性便将这《道德经》当作奖励了。老陆，那快递是你的吗？如果不是，咱们再去快递站问问。是我的，我刚确定过了，是我朋友寄给我的，就是之前没跟我打招呼。是你的就行，就怕寄错了，到时候扯皮麻烦。自己穿越16载，但现实过去才3分钟。下一次副本倒计时30日。下一次穿越是1个月之后吗？也不知是去哪个世界。对了，并没有改变历史。看来我穿越的是另一个平行世界，也不知这个世界有没有超凡力量。要是没有的话，那岂不是唯我独法，唯我独仙？就算是这样，也要稳住，别浪。毕竟咱是得了长生，但被杀还是会死。北斗注死剑气也只能杀人，不能防御。他可没法子能让自己挡得住核弹。嘿，穿越回来最好的事儿，就是上课不费劲了。同学们静一下，现在宣布，本次模拟考年级第1在咱们班。谁啊？一班那个变态被抄了。陆哥。咋考的？你这次模拟考咋是满分？你背着我偷偷学习了？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其实我是天才。悟道后，不仅悟性更高了，我发现似乎各学科之中似乎也蕴含道法。如果我真能考场悟道，手拿勾股法则神通，脚踩牛顿3定律御悟，到那时谁见我不得称我一句考神？哈哈哈哈哈！看来穿越就是今天了。为了避免上次那么被动，这次我就先打扮一下吧。奇装异服禁止入校。凭什么他可以？啊，是小鹿啊！今天来挺早哈，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。凭什么？就凭人家全校第1，科科满分。今年省状元能不能出现在我们学校，就看他。来了，终于等到了第2次穿越。今日是祭拜祖师之日，万万不可迟到，走快些！等等我。诸位弟子，我道家始于老子，你们且看祖师图之上，其青牛者便是祖师。老师，那画上其他人呢？另外2人乃是祖师亲传，前面行礼者乃是观音子，也正是他将祖师道德5000言传了下来。而牵牛者，我也不知其名，只是后来据记载所讲，乃是陆姓，故而我等皆称陆子。观音子的大名我是听过的，这陆子居然连陆子之名都不知晓，
我儒家记载之中，傅圣颜子常说，陆子乃其至交也。没错，听闻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，路途偶遇孔子，论道3日有余。当时颜子记载圣人言行，也就是如今之《论语》。陆子当时别出心裁，对《论语》有另一番理解，这也导致现在儒家之中对于《论语》之理解被分作2派，一为儒派，一为陆派。哦，是这个陆子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之前还以为这位陆子是儒家先贤呢。笑我道家弟子不识祖师，那我便说你儒家弟子攻我祖师，我道家永远压你们儒家一头。祖师画像显灵了。我在稷下学宫待了这么多年，也不曾见过如此异象啊！这是哪儿啊？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衣服什么的没问题啊，这可是自己在拼回回专门定制的汉服呢。不是，你们干啥这么瞅我呀？给我都看害羞了。道家祖师显灵了！道家祖师从画里走出来了！啊！这群人不会是有什么大病吧？自己这是穿越到哪儿了？道家引文：宋田还渊田成圣道，率道家弟子拜见祖师。谁？道家祖师？我啊！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会错，不会错的。您是从祖师画中走出来的，您就是我道家祖师。陆子，陆子，等等，先别吵，让我静静。静。当前副本始皇节，难度 FSS， 任务找到始皇嬴政，助其一统，奖励阿哈玛呀。不是啊，哥们儿，为啥奖励还是乱码？难不成你想着到时候薅始皇帝的羊毛？这任务好像即便没有我，这任务也能完成吧？还有这难度为啥都不带变的？又是 F 的 SSS，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一统六国是始皇帝本就能做到的事儿，所以难度是 F。毕竟我挂机，这任务也能完成。但任务是助其一统，这个一统就有些说法了。要是一统地球呢？再往外扩大一些，一统太阳系，一统宇宙，这难度瞬间拉满啊！帮助始皇帝一统宇宙，跟直接面对老师终极体太上道德真尊好像也没啥区别了。毕竟最终的结果10乘10都是一个死。算了，到时候看情况吧。这任务能做就做，不能做拉倒，大不了直接挂机，混个 F 难度。反正也不指望这破镜子能给啥好奖励。上个副本奖励还是白嫖老师给我的《道德经》，他们刚才的反应好像都认识我。看来这2次穿越都是在同一个世界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。上一次应该是公元前500年左右，而这一次看任务信息应该是公元前250年差不多。这么一算，这个世界已经过去近250年，也不知道老师还在不在。你们说我是从画里出来的，就是这幅。正是，这画的好像是在函谷关前初次见到尹喜之时啊。正是。刚才我在画里好像有人推了我一把，我才摔出来的。你们有看到是谁推的吗？好像是那青牛顶了您一下。好你个牛鼻子！我天天带你出去吃香的喝辣的，如今见了面不打招呼也罢，还敢顶我！我宁可在背后捅我的是刀子啊！你等着，下次我带你去吃巴豆，让你好好感受一下撕裂的痛苦。牛哥，冷静冷静，我就是太想你了，用了一点语言艺术发泄一下对你的思念之情。那什么，问一下哈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乃是稷下学宫，如今乃是齐国靖王6年。齐靖王6年，也就是公元前259年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开局沦为敌国质子，结局一统八荒的千古一帝，今年就要出生了。祖师，不知可有事需要我的效劳？你还别说，我真有点事儿想找你们帮帮忙。当年我随老师学道，不曾出过远门，后来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也是直奔函谷关。对于天下路径，实在是不太熟悉。你能派个弟子领着我去赵国吗？敢问祖师，此去赵国有何要事？咱们道家在赵国也有弟子的，不如让他们出手办了便是，何须劳烦祖师亲自跑一趟？先贤，道家弟子常年居于宫中修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，对于天下如何走，怕是也一头雾水。不如我派座下弟子带路如何？咱们纵横家常年周游列国，在外行走，那前往赵国的路可不要太熟悉。你是？纵横家淳于髡。
虽然我年纪小，但我却明白一件事：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与你纵横家无亲无故，你这般热心，莫不是想将我哄骗至半路截杀？不，先贤误会了，我绝无此意。既无此意，便无需多言。我在询问我道教家吉子，你插什么嘴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，免得又被人打扰。祖师，且随我来。无极是赵国人，如何去赵国，就不需要外人告知了。祖师之事，乃是我道家大事，若再敢插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祖师，此地名为道德院，您可居住于此？请。你们倒是有些本事的。祖师当年故居，早已毁于战火之中。这些，还是后人设法复现过往，在此重建。这里缺了一把躺椅，当年我就是在这里被牛兄点破迷障，就此得道长生。只不过如今再见，已然物是人非。对了。到现在我也就认识你一个，这几位你不介绍一下？这几位皆是道门如今之顶梁，这位是慎道。见过祖师，弟子便是赵国人。祖师若是对赵国有兴趣，问我即可，无需听从外人之言。这位是田偏，乃是齐国本地人。这位是宋行，乃宋国人。这位是桓渊，楚国人。世人皆称呼我等为道家五老。我虽领道家魁首之职，但诸事万千，难以尽数统领，全靠他们辅佐，道家方才能维持。好，我都认识了。现在说正事，我要去赵国，你们找个人给我带路即可。祖师，赵国有谁呀？你为何非去不可？你们好像很不希望我离去。祖师既然明言，那我也就不遮遮掩掩了。实不相瞒，如今道家的日子苦啊！近100年时光，儒家崛起，道家日渐衰落。前有儒家孟子悟得大神通，浩然正气；如今又有荀子连任3代学宫，祭酒且也身怀大神通，天人相分，一旦施展开来，便能让我等与天地大道隔离。如今祖师降临，弟子等无能。只盼祖师能称我道家门面啊！我支撑道家门面，大伙儿都是自家人，我也不怕告诉你们，我的确是领悟了大神通，其名长生不老，但他没啥战斗能力啊！指望我撑门面，我咋撑？让我熬死他们，看看谁活得更久。所谓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唉，我们怎能不懂？在孟子、荀子之前，我道家也有庄子，那时我道家也是风头无两。然我们并非路子，与长生无缘，人生苦短，我们也想如庄子一般养我道家。罢了罢了，按你们所言，荀子那天人相分，我肯定是斗不过的。你们想怎么争与我无关，我还有要事在身呢。你们不愿派人带路，我便自己去寻。路子莫要动怒，我们派人带路便是。我本就是赵国人，不如我带祖师前去吧。行，那咱出发吧。这么着急吗？祖师不休息几日？休息？没用的人才休息。走走走。
祖师，要不您还是跟我们说说，为何如此着急去赵国啊？你们是觉得自己母国重要，还是天下苍生重要？自然是天下苍生为重。若是现在有一国可定天下，一统寰宇，但你们所生之国家都要被之所灭，你们又该如何？就不能各国止戈，天下安定吗？孔子当年就是这么想这么干的。可200多年过去了，这天下有什么变化吗？天下想要安宁，唯有以暴制暴，必须出现一国，将这天下一统，不然群国并起，战乱永无止息。你们问我为何去赵国，那我也不妨告诉你们，未来能一统天下之人，现在已经诞生，且就在赵国，所以我要去寻他，护持他灭6国，一统天下。咱们虽是道家之人，但每个人立场不同，那咱们难免会站在对立面。届时你们无需当我是祖师，我也不会拿你们当后辈，胜负成败，全看各家本事。这不就代表最终统一天下的是我赵国？祖师，咱们还是抓紧赶路吧。祖师，此人便是儒家荀子，他为学宫祭酒，常年居于藏书室，不成想今日却出来了。儒家荀况，见过道家先贤。荀子客气了，不知你拦我去路，所为何意？我苟活54载，当今天下已没有能为我师者。如今道家祖师自画中降临，我特意前来请教一二。行了行了，好家伙，你比孔子还狂啊！他临老了还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你这才50多岁就觉得天下无敌了？不是我觉得，还是事实便是如此。前些年我也曾周游列国，与诸子百家交手，大大小小数百场，无一人能破我神通。今日不知先贤能否破之？天归天，人归人，我之神通唤作天人相分，请先贤指教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开始了吗？哦，开始了，可我怎么一点反应没有？你对我手下留情了？不愧是道家祖师，果真厉害。今日之斗，是我输了。先贤，请吧。不是，这事儿不对吧？你我无冤无仇，甚至素不相识，你上来也不问我的意见就要请教，甚至还不等我同意就以神通压我，现在打不过了，就想事情这么过去了。那先贤意欲如何？很简单，你以神通压我，那我也还你一道，能不能接住就看你自己了。那请先贤赐教了。你今日在此堵门，不过是想着一举镇压我这位道家祖师，以此来彰显儒家威风。这也算是大道之争了。方才你出手不带杀意，只为镇压，我一向很公平的，所以一报还一报。这次我也不杀你。方才那道剑气消磨你25载寿元，算是惩戒，咱们的因果便算是了结了。下一次若是再想对我出手，切记想清楚后果。告辞。祖师，齐赵二国虽然接壤，但此去邯郸，路途也算遥远，咱们得先买马买车才行。我可没钱。没事儿，我有。哦。祖师，请，我来赶车便是。什么情况？祖师，您的徒子徒孙来了。你是道家五老之一，让他们离去便是。祖师，不是道家弟子，
我可号令不动他们。啊，不是道家弟子，那算我哪门子的徒子徒孙？他们是儒家陆派弟子，接奉您为祖师。他们认为您才是真的儒家复圣。您与颜子论道，提出不同见解，被一些儒家弟子奉为经典，形成了陆派。啥玩意儿啊！我这就抢了老爷的圣位了。要不祖师出去见见他们，好歹让他们让开道路啊！儒家陆派弟子见过祖师。还我马！停！3件事儿。第一件，我并非儒家之人，且在前不久，我将你们儒家荀子给揍了一顿，结了仇怨。第二，你们所学之《论语》，乃是我当初信口胡言，故你们认我为祖师，但我并不认你们。第三，现在让开道路，若是继续堵在这里，挡我去路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们儒家的荀子我都敢打，更别说你们了。祖师与颜子在圣人面前论道，提出自己的见解。如今祖师还安稳在此，说明圣人并不觉得祖师所言有误。祖师说自己信口胡言，不过谦虚之词罢了。我知道祖师出身道家，不想沾染此事，以免被儒家误会。但没关系的，我们本就被一直打压，郁郁而不得志。只要祖师愿意，我们愿脱离现在的儒家，投奔祖师，建立新儒家。建立新儒家，你们想让我死就直说，闭嘴，闭嘴哦，别什么话都往外说。你领悟的啥？能不能在安全的情况下让他们都散开？那弟子便出手了。天下之事，当以法治。尔等今日聚集，扰乱秩序，当散。咱们快些走，甩开他们。身子，你这神通还是蛮不错的嘛。祖师，我名甚道，而且在您面前，我岂敢称子？我看你刚才之神通，好似是以法为尊。我之神通，以法为尊，制约天下，其名道法治公。不错，国家乱不乱，法治说了算。我很欣赏你哦，能得祖师赞同，弟子此生修行也不算枉费了。慎子，啊不，慎道，你是赵国之人，那你家中可有百家经典？弟子家中倒是有一些，但多为道家、儒家经典，只是怕祖师看不上这些。哎，我有什么看不上的？都是知识，无分贵贱。而且，这简直就是将诸般大道尽数展现眼前。我勒个洞！不是啊，这儒家的人这么难缠吗？早知道当初自己就不逗老严玩了。前面的好像不是陆派儒生，你咋看出来的？陆派儒生常年被打压，眉宇之间自有一股郁气，且眼眸之中多带疯癫。前方儒生虽然气势汹汹，一个个面含怒讷，但眼眸清澈，绝非陆派儒生。你看人真准，走吧，去看看他们。这次拦住咱们又是为了什么？尔等为何拦住去路？莫非是要学那山贼盗匪？儒家弟子见过先贤。我等身在赵国，但不久前听闻道家祖师自画中临凡，重伤我儒家荀子，还夺其25载寿元。您乃先贤，如此对待后辈，不觉有愧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只能荀子对我出手，我不能还手，我就得白白挨打？
我等儒家动手在先，先贤还击也是情理之中。只是先贤出手未免太重，荀子本就是知天命的年纪，去其25载，怕是寿元斩了，也补不回去。你们想怎样，直接说便是。我等只想请先贤为此事向荀子道歉，先贤只需开口，我等即可便退去。想来先贤也不愿让世人觉得您以大欺小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荀子来挑战我，结果技不如人，偷鸡不成18米。现在说我出手太重，要我道歉，是想让我将道家声誉送到你们儒家脚底下踩，跟我玩道德绑架。不知道我没道德吗？儒家弟子不好好做学问，一天天尽琢磨歪门邪道，当真是给孔子脸上抹黑。胡说！大胆！你敢诋毁圣人！你耳朵聋吗？我是在骂你们，你们是圣人吗？道德绑架不成，现在又在此挑拨，想要污蔑我，我懒得与你们多说。现在，让开道路。今日先贤不道歉，我等肯定是不会让开的。哼，给你们脸了，好好说话，你们不听是吧？你做了什么？陈兄，你没事吧？3个数的时间，谁还在我眼前，下场便与他一样，如荀子般斩25再受元。3、2、1。不许跑！不许跑！你们怕什么？我们这么多人在，我还真不信他敢对我们所有人都动手。没错，现在他不过就是想要吓住我们罢了。我们出来之前曾立誓为荀子讨来公道，如今怎能望风而逃？哼，就这，还想为荀子出头？既然你们不走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老爷，我还是心善，见不得有人死在我面前。回去后记得告诉其他人，如果嫌自己命长的话，尽管来找我麻烦。不过到时候，来一个死一个。祖师，前面不远便是我家了。祖师到了。呀，主公回来了。祖师，这位是我家的管家。小人慎终，见过大人。你先将马车顾好。祖师，咱们先进去吧。祖师在此稍坐，我让慎终给祖师准备房间休息啊。你不是说你家有许多经典吗？如今无事，不如取来给我看看。那祖师稍后。祖师，我先取了这些，您先看着。这些乃是先贤列子之书，祖师若是不喜，我那边还有《庄子》《子夏易传》等等。不用换，我一本本看过去便是。还是现在的日子好啊。这么多书籍，简直就是将诸般道理以最浅显直接的方式展示在面前。那祖师以前是如何学习的？那时候苦啊，我每日上午要去放牛，下午才能随老师学道，晚上还要观星象。这些个经典书籍，那是一本都见不着。列子之书，我这1个月已然看完。他之神通，我已入门。且换庄子吧。祖师，您成了，您已悟得列子御风神通。列子御风不过表象，他之神通应唤无心贵虚。无心内外合一，物我无别，贵虚有无皆忘，万一名一。这门神通可以使人进入内外合一、物我无别的无心境界。入此虚之大道，
便能随意行走天地之间，遨游寰宇之内，不受任何阻碍。还可身体虚化，旁人不可见我，不可听我，不可伤我。那这不是就无敌了？这世间神通，皆是自大道中悟出，哪有什么无敌的神通？弟子受教了。祖师请稍后，我这就去换竹简。祖师，主公，宫中传来请柬，说邀请祖师与主公前去赴宴。祖师，咱们去吗？不去不去，有那时间，我还不如多看几卷经典呢。嘘，祖师，毕竟是赵王邀请，就这么拒绝，怕是不太好吧？那王宫之中想必藏书无数，无数太过夸张，但肯定是比弟子家中的要多。那便去一趟也无妨。对了，让你打听的事怎么样了？已经有消息了。那吕不韦在质子府旁买下宅院，平日就居住于此。只是祖师，那吕不韦不过一商人而已，您为何如此关注他？我不是关注他，而是想通过他见到一个人。哼，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是先别问。走，咱们去见见那吕不韦，到时候你自然就知晓了。敢问尊客名号，不知拜访所谓何事？还请禀告贵主人，道家祖师与慎道前来拜访。还请稍后，小人这就去禀报。看来这仆人也认识咱们。那是认识你，我来到这个时代才几天啊，能有什么名声？可你慎子就不同了，那可是道家五老稷下学宫的顶流柱。祖师莫要逗我了。祖师何在？弟子吕不韦见过祖师。我记得您好像不是道家弟子吧？弟子此生之愿便是拜入道家门下。今日祖师当面，还望祖师慈悲，许我入门。弟子指天立誓，从此为道家生，为道家死。纵然前方有刀山火海，也绝不退缩半步。活该你挣大钱啊！祖师谬赞。听闻祖师前来，弟子心中急迫。如今衣冠不整，实在是罪过。还请祖师与慎子入内稍作休息，待我整理衣冠，再来正式拜见。不愧是天下闻名的大商人，就是有钱啊！这厅堂中的陈设都是价值千金啊！祖师今日登门，不知所谓何事，凡我能做到的，必然全力以赴。确实有点小事儿。听闻你与秦国质子子楚关系极好，那你现在能否请他过来一叙？对了，最好带上他那刚出生的小儿。我这就让人前去邀请。祖师是要见那子楚之子，看出来了。弟子愚钝，如今事情都已经尽数摆在面前，自然看得明白。您让吕不韦请子楚前来，还特意交代要带着他那刚出生之小儿，自然是要见子楚之子的。你想的没错，我要见的就是他，而他便是我之前对你们说的那位。您是说那位？你怎么了？祖师，以后我能跟着他混吗？我由道儒两家演化律法，就想找个明主辅佐，以行我道。当然可以，不仅仅是你，包括道家、儒家等等其他诸子百家，只要愿意，皆可来。祖师，子楚来了。我怀中抱着幼子，无法全理，还望莫怪。不怪不怪，还请近前，让我看看这孩子。无名祖龙。神通呼风唤雨。
不知公子可愿让其拜入我门下？当然愿意，能拜入祖师门下，是我儿之福气。好，那从此以后，他便是我座下大弟子了。对了，你可曾为其取名？已长取了名，唤作郑。郑，赵郑，可否让我抱抱？看来小郑也很喜欢祖师啊。你先带他回去休息吧，没事儿可以带他过来玩。等他长大一些，我再为他启蒙，教他学问。我们也先告辞了。祖师，难不成您有未卜先知、预知未来的神通？这孩子如今不过婴儿，你怎能确定他未来能一统天下呢？我可没这种神通啊，只不过未来2000年之大事，尽在我心而已。嘿，这什么天气啊？咋说下雨就下雨，都让人反应不过来。祖师，竹简我取过来了。这是专门淋我的。你这被雨淋了，还是快些去沐浴一番，免得受了风寒。赵王当真无礼！您乃道家祖师，他居然只内派一内侍前来迎接。预料之中的事，若是3天之前，他绝对不会如此。但我见过了子楚，还收了小郑为弟子，现在赵王能让人出来迎接，都已经算大度了。别急，祖师，他们如此无礼，不给个教训，真当我们好欺负的？我的意思是，让我来。你那神通限制太多，而且教训一个内侍，又能出什么气？风来，雨至。宫中暴雨如注，我们就先不进去了。你且去禀告赵王，这宫中暴雨何时停下，我等便何时入宫。若一直不停呢？暴雨一直不停，那自然就是一直下呗。大王不好了，那道家祖师会呼风唤雨啊！怎么，莫非是觉得我做得过了？他们如此轻慢无礼，淋点雨而已，不算过。我是想问祖师，那日在家中，我突然淋雨。啊，那次纯属巧合而已。我就是试试神通而已，没想到你刚好走出来了。等你回屋，我已经对这神通了然，所以就收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好雨，好雨啊！那陆子亲近秦国，居然还收了秦国质子之子为徒。本还想着趁这次宴会，让诸位爱卿以言语为难，让他知晓厉害。没想到老天也在助我。这一场雨下来，等他入宫时，怕是已经被淋成落汤鸡了。启禀大王，怎么就你一个？陆子和慎子何在？他们还在宫外。他们为何不进来？难不成是怕被雨淋了？若真是如此，待会儿他们来了，我可得好好笑话一下他们了。大王，不是啊，这场雨就是那道家祖师招来的。你胡言乱语些什么？风雨之道乃是天下，怎么可能受人掌控？再敢胡言，本王斩了你！大王，奴婢不敢妄言啊，奴婢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听。那道家祖师一声风来，即刻便有狂风四起，而后一声雨至，
那倾盆暴雨便随之而来，且这场雨正正好好，将整座王宫覆盖笼罩，恍如仙神。大王，当初列子尚可御风，如今这陆子乃是道家祖师自画中降临，其能呼风唤雨，也不足为怪。如今他以风雨压城，想来是怪我等轻慢无礼。平原君说的在理，但这陆子未免也太天真了。区风雨罢了，难不成便以为能让我等屈服？堂堂道家祖师如此幼稚，实在可笑。大王，奴婢还有一事禀告。说，风雨初降之时，那道家祖师说暴雨不停，他便不入宫。奴婢问他，若一直不停该如何？他答曰：暴雨一直不停，那便一直下。他当真是这般说的。平原君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区风雨的确不足为惧，即便下上3、5日，也无所谓。可若是下个3、5月、3、5年呢？届时王宫被淹没，雨水若是越过宫墙涌向外界，怕是整个邯郸都要遭了洪灾。怎么可能？雨怎么会下？诸位以为如今该如何？陆子如此，无非是怪我等轻慢无礼，不如再遣一王室子弟前去迎接。好，就如你所言，卢陵君，你且走一趟，迎那陆子进宫。祖师，您说他们会屈服吗？会的，肯定会的。赵国王宫之中，不乏能臣。那内侍是亲眼见我呼风唤雨，也定然会将我的话带到。只要稍微动动脑子，就知道暴雨一直持续会有什么影响。除非他们不要这王宫，不要这邯郸了。怎么？莫非是觉得我做得过了？他们如此轻慢无礼，淋点雨而已，不算过。我是想问祖师，那日在家中，我突然淋雨，他们要是硬挺着，咱淹了这王宫，让尹文子宣扬一番，说赵王对我无礼，被我以风雨惩戒，然不知悔改，宁可让邯郸被淹没，也绝不认错。还是我心疼邯郸百姓，为了不牵连他们，只能忍辱退去。赵珠见过陆子、慎子，此人乃是赵王亲弟卢陵君是也。看来他们屈服了。卢陵君此来何意？奉大王旨意，特来请陆子和慎子入宫赴宴，还请两位随我来。卢陵君，我说过了，风雨不停，我不入宫。据我观察，这雨怕是还得下个3年5载的。既然如此，那还请陆子稍后。3年5载，可恨可恨！他就是在托孤。大王，不如让我去吧。是孤无能，要让平原君受委屈了。陆子亲近秦国，当初欲为难他，乃是我们所有人都赞成的。此事非王之过也。大王且在宫中安坐，臣去便回。平原君，朕乃我赵国之梁柱也。赵胜见过陆子，慎子安好。久闻平原君大名，如今见面，不枉此行。平原君也是来请我入宫的。正是。陆子亲临赴宴，实乃我等之幸事。先前安排疏漏，
倒是怠慢了，还望陆子莫怪。不怪，不怪，我不是记仇的人，只是现在那雨下的这般大，我此时入宫，淋了雨，受了寒，很影响我看书啊。听闻陆子学问通天，善观天文，不知您觉得这雨何时能停？估摸着还得下个3、5月吧。要不平原君还是回去禀报赵王，这宴会延后如何？宴会已定，怎能延期？还请陆子稍待，我去禀告大王，商议一番，看看如何能让这雨停下。也罢，给你这个面子，你且去吧。若是想不出法子，我可就要走了。到时候只能等上几个月，待雨停了再来赴宴了。大王，如今看来，这陆子的意思很明显了。卢陵君去请，他说3、5年；我去请，他又说3、5月。他就是想让大王亲自去迎接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他就是记恨我等，如今要报复回来，要踩着姑的脸面入宫。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。6月的雨。祖师，您这小曲虽然怪异，但还挺好听，这词也是颇为应景，感觉就是赵王此刻心中所想。祖师，赵王这是亲自来迎接您了。哈哈哈哈！陆子，慎子安好。还好还好，毕竟这宫外无雨，天气晴朗，这太阳晒得我挺舒服的。舒服就好，舒服就好。陆子乃老子亲传道家祖师，如今前来赴宴，孤本该早就前来相迎，只是因为滂沱大雨，倒是耽搁了。久闻陆子神通广大，定然知晓如何止风息雨。如今还请陆子慎子随我入宫赐宴。我本是开开心心前来赴宴，咱们好吃好喝，好聚好散多好，何至于如此啊？这场暴雨3、5日之后自会停下，至于赴宴就不必了。慎道，咱们回去吧。祖师，您这次如此不给赵王面子，会不会遭到报复？怎么，怕他报复我？且不说他能不能做到，光是时间上，怕是已经不太允许了。因为就在今年，秦国就要举兵来犯，他抵抗秦军尚且无力，哪抽得出时间来报复我？祖师，此言当真？现今秦国便已然蠢蠢欲动。那赵王为何燕请我，今日又为何变脸？无非就是之前想要拉拢我，从而将道家拖上赵国的战车。而见我收了小郑为徒之后，看出我亲近秦国，故而想给我一个下马威。祖师，祖师，怎么了？刚刚得到消息，秦国派武大夫王陵领兵直逼邯郸，您5个月前所言已然成真。祖师，如今秦国来犯，战乱将起，咱们不准备一番吗？不着急，平原君不是废物，秦国一时半会儿是打不下邯郸的。真要准备的话，你走一趟质子府，将小郑一家接过来。赵王心胸狭隘，一旦被秦国打急眼了，定会杀他们泄愤的。见过祖师。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听慎子说，如今秦国来犯，子楚他们可能会有危险，弟子也怕受到牵连，便厚着脸皮前来避难了。还望祖师垂怜，护佑一二。此处乃是慎道家宅，你能不能留下，不是我说了算的。
住下自然可以，只是寒舍碧薄，怕是没有太多空房。无妨，我即刻将隔壁买下，再打通院墙，连做一体便是。有钱真是豪横啊！大知咸咸，小知尖尖，大言炎炎，小言沾沾。你是想听我诵经了？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，扶摇而上9万里。大神通，逍遥游。大神通，逍遥游。我有点事儿，去便回。祖师，这是飞走了。这才短短1年多，光看典籍便悟出神通了。哈哈哈哈，正常正常，这已不是第一门了，习惯就好啊。心之所至，身之所往，行走无疆，拘束无碍。现在我才算是真的朝游北海，沐苍蒲，有3分仙气了。5门神通，人仙之路已经走了一半。大道漫漫而修远，且徐徐行之。此乃我方才前往海岛上取之，你们且尝尝。我好像听人说过此物，唤作荔枝。祖师方才当真已经走了一趟南海，瞬息之间，便可跨越山海万里，走一遭南海，算不得什么。祖师如今已然近乎仙神也。行了行了，别夸了啊！再夸我就该骄傲了。你呀你呀，你呀，这荔枝赶紧吃，放久了可就不好吃了。走。尔等何人？来此何事？奉陛下旨意，请秦国质子一家入宫。祖师，别慌。祖师，看样子他们来者不善啊。赵王召辞子楚一家入宫，莫非是记恨秦国公赵，想要杀他们泄愤吗？路子言重了。赵王只是念太子一家远离故国已久，心中悲悯，所以才召他们入宫宽慰一番。你放屁！想杀人泄愤就直说，搁着弯弯绕绕的。子楚一家今日就在此，哪儿也不去。你回去问问赵王，是不是觉得天气太过晴朗，又想淋雨了？
多谢祖师救命之恩。如今只让赵王暂时退去，秦国为邯郸，此乃国仇。当初我又以暴雨压王宫，这是私仇。如今赵王得了喘息之机，怕是心中时时刻刻都想着如何杀咱们。祖师，这1年以来，我在秦国那边已经安排好，现今秦国攻赵失败，正是萎靡之时。若此刻公子归国，便是打压赵国气焰，能壮秦国之势。再加上有华阳夫人相助，为公子造势，公子一旦归秦，必为焦点，入国君之眼。你们已经准备好就行，我若要走，随时都可以。你们且去收拾一番，明日我带你们离去便是。陆子啊，陆子，大王说了，你以暴雨压王宫，今日便还以箭雨。任你能呼风唤雨，也将死于此地。什么道家祖师？哼，呼风唤雨的确厉害，但若不给你出手的机会，你又能如何？速速将子楚一家找到，就地格杀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你怎么没死？我刚才明明看到你身中数十箭。你是说这样吗？你这是神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有人掌握2道神通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没见过，那就是没有。你们不用出来，我出去转一转。也不知平原君此去是否已经成功。大王不好了！你才不好了！平原君他死了！陆子，这才1年不见，大王看着老了许多啊。杀了平原君？对啊，他来杀我，没道理我不能杀他吧？而且不仅仅是他，现在我不是也来找你了吗？你还想杀我？啊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我乃赵王，一国之君，你安敢杀我？那咋了？你不是人啊？你不是1个脑袋2条胳膊2条腿，凭啥只能你派人杀我，不能我来报仇？哥们儿，当了几天大王，不会真以为自己就特殊了吧？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可以给你荣华富贵。我需要这些，你要是能让我成仙，那还差不多。算了，你好歹也是一个王，给你点面子，就给你留个全尸吧。如今这北斗助死的大神通，倒是有些苗头了。你们还不动手吗？再不动手的话，我可就走了。你走呗，我们又不傻。
你们干嘛这么看我？我身上挺干净的。难道我发型乱了？祖师，听说您杀了赵王？不是，我半夜杀的，一路走回来，你们这就知道了。消息传得这么快？祖师，短短半夜时间，消息已经传遍大街小巷，这分明就是有人故意传播，妄图挑拨邯郸百姓，将咱们困在此地，甚至要陷我们于死地。慌什么？你们行李、马车什么的都备好了吗？备好了，咱们就出发，前往秦国。马车？您不带我们直接飞回去吗？你想的还挺美，还飞回去？我就2只手，带不动你们这么多人。再说了，你们还有女眷。你是想让我抱着你们媳妇儿在天上飞？如果是祖师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放心吧，准备好马车，我自会将你们妥当的送到秦国。怎么了？弑君贼子，给我滚下车来！是在喊我吗？是在骂您。你是何人？何故挡我去路？我名管义，不过一游侠而已。听闻道家贼子杀我赵国之君，如今仓皇而逃，故而我在此早早等候。如今你若认罪伏法还好，否则莫怪我剑下无情。赵国的游侠都这么莽吗？你让我认罪伏法，敢问我犯的是什么法？杀人者便是罪。如今你是我赵国君主，更是罪大恶极，你还敢问我你犯了什么法？那如果是我要先杀你，你反击之下将我杀死，你觉得你有罪否？当然无罪。我杀你非我本意，而是无奈还击。这不就对了？赵王欲杀我，我为保命只得还击。如你所言，我有何错？可赵王乃一国君主，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若是一国君主，便可以滥杀无辜，那此国之律法也算不得公正。君主者，国父也，岂受国法约束？君王犯法，当与庶民同罪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胆子确实大，不然也不敢杀赵王啊。你就说，我说的对不对？继续走吧。祖师，主人，城门关了，而且也不见守城兵卒，奇怪。想来是上面下了命令，然而这些守城兵卒又不愿白白送死，便都躲起来了。祖师，我下去将城门打开。你可得了吧？那城门重逾千斤，你这一把老骨头了，我怕你闪到腰。我来。走。什么情况？打雷了？要下雨了？主人，不是要下雨了，而是我们被包围了。祖师，我们真被包围了，这至少是上万兵马呀！看来是早有准备，这是准备将咱们困杀于此啊！不过，你们依旧别慌，这场面我仍然专业对口。弑君逆贼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你是哪位？吾乃廉颇是也。廉颇，负荆请罪的那位，久仰大名了。既知无名，那便速速自负，否则数万箭与骑射，尔等身死于此，莫怪我言之不预也。老将军，我还是挺敬重你的。你如今带着他们前来送死，当真是让我好生为难。我之准则一向都是人如何对我，我便如何对人。今日你携大军前来杀我，岂不是逼着我大开杀戒，让我成为继白起之后的第2位人屠杀神？这是在坏我名声啊！狂妄！最后一次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便下令放箭了。哎，赵国先经长平之战，后立邯郸之战，这些个兵卒只怕已经是赵国最后的底气了。老将军，我是敬重你，所以劝你最后一次，速速退去。放箭！
这可是你们先动手的，我本无意如此。老将军，赵国数万兵卒尽没于此，可不是背一款京城就能解决得了。这可是数万人，你真敢将他们尽数斩杀？白起都杀的，我为何杀不得？而且我早就劝过你了，是你自己不听。他们今日身死于此，可都是拜你所赐。前方已无阻碍，走吧。先王在上，老臣无能为你复仇，还连累数万儿郎身死，其罪难赎，唯有一死，以谢天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好。末将白起奉旨前来迎陆子，质子归国。原来是武安君。接送小事，怎么还请动你了？陆子入秦，接送之事非我不可。见过公子。反秦之事，还要仰仗武安君。身在敌国质子8年，今日终于归乡。前方可是陆子座驾？听闻陆子入秦，大王欣喜不已，今亲至城门相迎。陆子当面迎祭有礼了。大王客气了。陆子驾临，孤早已让人安排宴席，接风洗尘，还请陆子与我同乘入宫。孙儿携幼子拜见祖父。不错，身在赵国8年，你也辛苦了。这孩子可曾取名？已经取了，唤作赵正。叫什么赵正？以后叫嬴政，听到赵这个字就烦。你也一同上王驾入宫吧，陆子，请。今日陆子入秦，实乃天大幸事。众卿，且共敬陆子一杯。陆子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过得苦啊！天下才子皆不愿入我秦国。如今陆子到来，我秦国方才从黑暗之中得大日光明普照。我有意请陆子为相。不，我之才能不足以为相，大王莫要为难我呀。陆子谦虚了，听闻你师从老东，如何会没有才能？须知当今天下各国多是以黄老之学为尊，这丞相之位非你莫属啊！我才不配位，还需多多学习前人经典才是啊。丞相之位，尊荣华贵，祖师为何拒绝？怎么，你想当啊？那明天我推荐你去。师祖说笑了，我哪有那能耐？他不愿意，你愿意不？若是之前的我，定然会对此动心。但如今我得祖师点化，这俗世朝堂，我已然没了兴趣。走了，再这样被淹醒下去，实在影响道心。祖师，您要走？秦王太热情了，出去逛一逛，让他冷静冷静。而且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祖师要走，那弟子自当相随。你想跟着，那便跟着吧。
不知陆子何时归来。10年之后，我自会归来。那时候正儿已然长大，我正好教他学问。就是不知10年后，正儿还认不认得我。我必时刻教导正儿，必然不让他忘记祖师。呼，终于松快了。祖师，如今我们出了咸阳，可有想去的地方？回家。楚国苦县丽乡。可是陆子座驾，在下有礼，特来见过。此乃楚国春申君。原来是春申君当面。我早已备好宴席，为陆子接风洗尘，还望陆子义步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我还着急去丽乡看望故居。告辞。主君，陆子之神通，天下皆知。如今我等有意拉拢，但他看起来并不愿投靠楚国。既然得不到，不如将其暗杀。行啊，你去。若是你能杀了他，我亲自去大王面前为你请功。祖师，当初您便是在此随圣人学道。当初我上午放牛，下午便坐在这里，老师就坐在对面，为我讲述诸般道理。只可惜，如今已然物是人非。走吧，虽然风景依旧，但终究不是当初了。尔等何人，胆敢擅闯圣人故居？怎么，这里还不让进了？当然不能进，此乃圣人故居，一草一木都珍贵之极。若是谁都能进，万一有所损坏，那该如何？你是何人？我乃圣人七世孙李林，如今为丽乡族长。你们擅闯圣居，现在速速报上名来！圣人一生未娶，何来50孙？我家先祖本是山中樵夫，乃是圣人亲侄。少说废话，再不报名，我可就报官了。你家先祖唤作李大？你如何知晓？原来是故人之后。我名陆哥，你可认得？陆祖，陆祖，当真是您？他们没有骗我。他们是谁？就是前些日子朝廷派人打听您的事情，说什么您还活着，找我打听200多年前您是否真的存在，是否真的随圣人修行。祖师，估摸着是您杀赵王灭赵军的事传遍天下，这楚国便派人过来调查您的过往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对了，你家先祖李大葬在何处？我如今归乡，总要去祭奠一番。就葬在那山中。先祖说，当初便是在那山中与陆祖相识，故而死后不愿入祖坟，要守在山中，还说怕您傻乎乎的，连路都不认识。万一您哪天回来了，怕你又在山中迷路，到时候他还能再带您出来。带我去找他。这里便是先祖之墓了。李哥，当年陆祖与圣人西去，久久未归，先祖以为你们出了意外。如今李族祠堂之中还供奉着陆祖您的灵位呢。先祖说，日后李族但凡还有1人延续，便不可少您3炷香火。贵先祖当真重情重义，让我等后人敬佩。先祖当年入山，遇猛虎追杀，陆祖怒而拔剑，引天穹星光斩虎，先祖这才得以活命。若无陆祖，我们这一脉早就断绝了。应当之事罢了。我初来此，
在山林之中迷路，要不是李哥带我出去，又施以饭食，我怕是早就饿死渴死，沦为野兽之食了。祖师节哀。慎道，你且先自寻一个住所，与李林先回去吧。他等我200年，我如今回来了，且陪他些时日，这些日子就不下山了。师祖道心受损，皆是我等过错。过去多久了？祖师，已经3年了。都过去这么久了吗？祖师，您终于走出来了。兄长故去，我虽悲痛，但也不至于为此沦陷。那日心中大悲，被压制多年的情绪骤然反扑。如今耗费3年时光，我才将他们重新梳理压制。唉，成仙难呐。这么长时间没吃饭，饿死我了。之前以为自己神通俱全，但如今想来，还是太过膨胀了。这世间神通千千万，如传说中的钉头七剑书，拜你几天你就嘎了，大罗金仙都防不住啊！稳住，别浪。陆子觉得我这曲子如何？你认识我？陆子之名，天下何人不知？阁下这曲单弹得不错，想来也不是无名之辈。不知你是？此乃天子亲彻的大司乐鸡哥是也。鸡哥，其乃周王室子弟，如今为大司乐。是这个鸡呀！今日恰逢陆子当面，我还有一曲想请陆子上席。成了，我成了，天道律法为我所掌。好了，你即便再弹上1000遍万遍，也影响不到我。陆子以为胜券在握，我岂会如此愚笨？明知你陆子乃是天下第一人，还敢单枪匹马前来寻你麻烦，堂堂道家祖师如此无智，殊不知你已然被我等尽数包围了。尔等还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你们还不出手？还有埋伏。大司乐，你的队友呢？你说他们会不会都已经跑了？百家诸子背信弃义，临阵脱逃，让人不齿。百家诸子联合再次设伏杀我，而你便是那先锋官。如今先锋出师不利，他们自然看出其中厉害，现在舍你而逃，以图日后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无耻，无耻，畜生啊！百家诸子这般行事，就不怕天下人嘲笑吗？相比起保全性命，区区名声又算得了什么？而且你今日侥幸活下来，他日出去宣扬也没用的。毕竟他们人多势众，掌握了天下话语之权，甚至还会反口说从未与你合作，是你在诬陷他们。乱国贼子，今日你胜我败，要杀便杀，何须你来教我？大司乐，咱们做个交易吧。这次与你合谋的诸子，一个个临阵脱逃，舍你不顾。这样，他们都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报仇，怎么样？你当我3岁孩童？相比于他们，我更希望你死。只有你死了，秦国才有可能被诸国击败。秦国没了，我大周才能继续延续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没了一个秦国，那不还有其他国家吗？他们若是得势，周王室依旧不存。我可以告诉你，
他们都是谁？但你也别说什么杀了他们是为我报仇的鬼话。我只有一个要求。说，日后不管谁一统天下，你只要没死，就需保我周氏血脉不断。祖宗基业我保不住，但血脉香火不能断绝。可以，这个要求我能答应你。只要我还在这个世界一天，必然保全你周氏血脉香火不绝。好，堂堂圣人亲传，想来不至于言无信。我且将他们之名说与你听。就这些了。祖师，你什么你？听个曲子，差点就把自己听迷进去了。弟子道心还需磨练，不过祖师，我好像真的成了。无言当为天地法，此刻当有风来。祖师，如何？你这是言出法随？祖师果真博学。我原本神通为公道治法，后蒙祖师指点，今日因祸得福，化作言出法随。你运气确实不错，好好钻研，日后自有一番大成就。走吧。天色已晚，先找个地方住下吧。墨家据点就在此地，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这智公楼生意这么好。礼法崩坏，恶人横行，苦主告状无门，律法难惩，无奈只能求助公楼，也让公楼生意越发兴旺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哎，智公楼前皆要排队，你干什么呢？没错，排队。诸位，我此行并非是求智公楼伸张公道，而是另有他事。不管你什么事儿，无论贵贱与否，只要想进去就得排队，这是规矩。不然即便进去了，智公楼怕是也不会理你。我从外地而来，倒是不知规矩，多谢诸位相告，我这就去排队。祖师，咱们不是来找麻烦的吗？这年头砸场子都要排队了。这楚墨与我虽然立场不同，但他们所行所为也是善事，排队是个好规矩，不该破坏。而且既然咱们都排队了，我也正好将被设伏的委屈说一说，就看他们敢不敢接我这一单了。姓甚名谁？所谓何事？我名陆歌，前些日子在古琴台被人设伏围杀，约有数十人之多。余者我不管，我只求智公楼替我杀其中之一，其名于鹏。看我做什么？鸡呀？怎么？莫非我这事儿你们智公楼办不了？阁下是来闹事儿的，你难道不知余子乃是我墨家长老？我知道啊，不然我今天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墨家之人埋伏想要杀我，乃是事实。我自问与墨家无仇无怨，你们这般行事，我实在委屈得很。所以今日便来智公楼寻一个公道。小老儿在智公楼中只负责记事，你之所求，我无力做主。陆子前来有失远迎，老夫便是于鹏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所行所为皆与智公楼与楚墨无关。陆子，苍生疾苦，他们求告无门，才来到智公楼。你我不如去后面说话，免得误了他们之事。当日大司乐出手无功，我们见机不对，便立刻撤退。现在陆子能找到我，看来是大司乐将我们都供出来了。你们既然敢来杀我，想必对我有所了解，那更应该知道我的处事准则。当然知道，陆子一向是人若杀我，我便杀人，一报还一报，天经地义，很公平。那你现在还这么冷静，真不怕死？恩怨仇杀不过寻常，我早已有生死之觉悟，就是还望陆子慈悲。若我今日战败身死，还请放过智公楼，毕竟智公楼无错。
放心，你都知道我的行事准则了，谁杀我，我杀谁，绝不会迁怒他人。陆子大义，只叹陆子并非楚国人，且又亲近秦国，与我立场相悖，不然我定随陆子身后，时刻请求学问。谁说我不是楚国人？既是楚国人，为何助秦国？楚国如何，秦国又如何？皆是华夏一脉，炎黄子孙。我帮助谁，不是看我生在何国，而是看谁有雄才大略，能真正一统天下。楚国做不到，而秦国可以，所以我才助秦国。我所求者，唯天下归一，苍生安宁而已。陆子所言有理，但我念头已经根深蒂固，难以更改。让我助秦，生不如死。无需多言，陆子请动手吧。今日谁生谁死，还需斗过才知道。我生于贫苦之家，幼年父母得罪权鬼早亡，少年时颠沛流离，看遍人间冷暖，后侥幸拜入墨家门下，修行至今，悟得一世神通，其名一剑诛恶。以我数十载营善之功德为基准，以剑问心，过往所行之恶事，皆会回报反噬。不知陆子此生可有过恶举？恶举嘛，也就是杀了不少人而已。但要么是自己自卫反击，要么就是这些人都为狡诈恶徒。我所行所为，不敢说是正义之举，但也绝对无愧于心。你且出剑试试，看能否斩我。你害我等性命，今日该是你偿命之时。尔等杀人越货，本就该诛。我替天行道，何错之有？道家恶贼！我不过是让你向荀子道歉，你却夺我寿元，害我性命。今日当一报还一报！你欲坏我名声，坏道家名声，我消磨你之寿元以作惩戒。可谁能想到，你看着年纪轻轻的，居然寿元所剩都不到25载了，自己命短，怨不得我。不过你的确没有杀我之心，但也确实死于我手。也罢，你这反噬我接了，消磨我25载寿元便是。开玩笑，我最不缺的就是寿元，随便扣，能扣完算你有本事。悖逆贼子，安敢弑君！悖逆贼子，安敢弑君！你们杀我，我杀你们，天经地义，速速退下！都说过了，我所行所为皆问心无愧，你就这点手段吗？除了那儒生外，愚者皆不过浮云而已。陆子所行所为，皆澄澈明净。我败了，你动手吧。你是个好人，但很可惜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走，下一站成都，找东皇太一。王公禁地，闲人止步。前路广阔无阻，我等当可随意通行。你这言出法随，倒是越来越熟练了。还得多亏祖师一路讲道，我才能进展迅速。大事不好啦！可是陆子当面，陆子驾临，喜事喜事啊！大王客气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陆子今日驾临，怎么也不早些打个招呼，姑爷好备下宴席接风洗尘啊！大王，我今日前来，并非是赴宴的。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，我此来是为了寻仇的。寻仇？陆子，姑与你今日也是第一次见面，应该没有仇吧？大王误会了，你我自然是无仇无怨。我要寻仇的对象乃是贵国东皇太一，当然不是那位神明，而是你宫中的那位。陆子，这其中是否有些误会啊？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，何必喊打喊杀呢？没有误会。之前我在古琴台时，
遭遇大司印鸡哥与多人埋伏劫杀，其中就有您的大祭司东皇太一。大王，总不能别人都来杀我了，我不能杀回去吧？这天底下没这样的道理。陆子啊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不过冤有头债有主，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，还希望莫要牵连旁人。大王放心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又不是什么嗜杀之人，岂会牵连无辜？这东皇太一就在王宫之中，是你请他出来，还是我进去寻他？何劳陆子亲自来寻？东皇太一，天下之大，能掌握一门神通，便已经是天之骄子；而能掌握数门神通者，更是屈指可数。当日出手，我已然知道你的实力不弱于我。我等避让退去，已然就是表明不想和你为敌。没想到你今日却主动找上门来了。你们想杀我时说来便来，眼见不敌便胆怯逃遁，还说什么不想与我为敌的话。既然如此，且出城一战。正有此意，希望你能跟上我的脚步。你就别跟过去了，在此等我。这东皇太一不俗，身怀数道神通。他也有数道神通，祖师，且小心。无妨，我心中有数。这位道家祖师看起来好像没有腾空飞行之神通，若是一路步行而来，锐气消没，真等到动起手，怕是实力难以完全发挥。可惜，这世间能让我全力出手之人实在太少了。哎呦，你搁那儿叽里咕噜的说啥呢？我都等你半天了，都让你先走了，没想到却这么慢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我可是腾云而来，你怎么会比我还快？腾云？不对吧？你那速度，顶多就是个爬云。我不与你做那口舌之争，孰强孰弱，还需斗过才能知晓。你这神通还挺帅，特效这块是真拉满了。此为聚气成冰，不知陆子能不能接下我这一招？好，不愧是东皇太一，眼见无法伤我，居然能想到这一招。我愿称之为釜底抽薪。好一个道家祖师，果真厉害。那不知道你能不能扛得住这一招？太阳真火，堂皇正大，至刚至阳。不知你那鬼域舍断能否挡住？这是神光内部，这玩意儿用科学点的说法是核聚变吧？不愧是你啊，东皇太一，在战国时代就掌握了可控核聚变。想要偷学我的神通吗？哼！哎，人呢？跑了？不是，你怎么又跑了？堂堂东皇太一，就这斗志，就这样还敢称神明行走？你这都要将神明的脸丢光了。陆子，我承认并非你的对手，而且咱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权。当初设伏，我不是也没动手吗？今日败于你手，我心服口服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罢手言和，怎么样？杀人是罪。那杀人未遂就不是罪了？当初你没动手，那是你不想吗？是你不敢而已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你还有什么手段，快使来。若是没有，
我可就要动手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不愿和解，非要将我往死路上逼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东皇太一屹立世间这么多年，你真以为你能杀死我？东皇太一，上古天地，周天星斗，万星朝地，混沌御世，降临檀席，恭请太一神明降世。是你逼我的，我今以10年受冤为祭，请来神明法相。我可不信神明也破不了你那万物不伤的手段。我这是要死了吗？哟，这谁呀？这不小鹿吗？几天不见，怎么这么拉了？老牛，牛哥，去，能在死后再见到你，真是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老李呢？你得叫老师。我当时才拜师不到1天，就和你们分别了。而老李我都叫了16年，习惯了。这一次，那太医不讲武德，居然对你这后辈出手，老爷大怒，此刻已经帮你去讨个公道去了。啊，那太医法相是那东皇太医以极大代价请来的，我技不如人，输了就输了，不至于老是为我跑一趟吧？宇宙苍茫，无穷世界，那太医不知多少化身分布于诸天万界，那些人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他从不回应半分。那是针对老师？应该就是这样了。虽然不知道为何要算计你的老师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本是宇宙之中第一个太阳得道，堪比我道门大罗金仙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连准混元的门槛都还没摸到。大罗之下，你有我；大罗之上，还有老爷，定不会让你白白受了欺负的。圣人驾临，有事？有什么招？堂堂正正对我用，欺负我那连仙道都还未成就的弟子，算什么本事？一大把年纪了，都活到狗身上了。圣人息怒，欺负我弟子，当我死了吗？你杀我弟子一次，如今我也杀了你一次，你可服气？服气便好。我且问你，是谁让你去杀他的？谁让我去的？我那信徒啊，他生死危难之际，献计寿元请我出手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圣人，手下留情啊！圣人，真没有人指使我，若是我知道他是你弟子，我绝对不会出手的，还望圣人慈悲。能让你连本体都不要，看来他给了你不少好处啊。今日你不说也无妨，左右不过就那几个人，我心中已然有数。万万不可啊！今日取你扶桑谷之芽一根，算对我那弟子的补偿了。老师，我一把年纪了，可经不住你这搂搂抱抱的，别把我这一身老骨头给搂碎了。老师说笑了，你还好意思笑？早就跟你说过，杀人者人恒杀之。今日你也尝到被人杀死的滋味了吧？可不是我先动手的，是他们先要杀我。我自然知晓，否则我才懒得管你。下次记住了，狮子搏兔尚且全力，这次你若没戏耍之心，直接出手一招毙命，岂会有生死之劫？说来说去都是你自找的。
这是我从他那里夺来的扶桑古树枝，你且拿去，好生炼化参悟，自可修得一门大神通。大神通？什么大神通？那东皇虽然修得是显圣之道，但好歹也是金仙，其掌握的大神通虽然不如神通修行之道多，但怎么也有个10来种。你若是运气好，或许能将其所有神通都能领悟出来。这一次我去寻那东皇，碎了他的太阳真身，折了扶桑古树。他杀你之事，已经算是因果两消了。而扶桑古树乃是太一道果寄托之物，他此刻已然本体困碎，大道残缺。不管是想要修复本体，还是想要更进一步，他都必须要从你手中夺回这树枝。也就是说，他肯定还会来找我的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这次我出手之后，他心中已然有所忌惮，最起码在你正道大罗之前，他是绝对不敢出手的。您是在钓鱼吗？你小子懂我，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在钓鱼。他堂堂金仙，而你有我护持，两方皆有复活之法，所以他杀你一次，我也只能杀他一次。不然我若是让诸天万界大日寂灭，让他彻底身死，终究是太过了。所以您折了他的扶桑，这样一来，他日后必定寻我，我若不给，他必抢夺。而那时的我已然正道，也不惧他。你说对了一半，我想的是，让你不仅仅杀他一次。你我是不同的，我是道门之祖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可你不一样。到时候你大可让诸天大日寂灭，彻底将其斩杀，而后取而代之。取而代之？他我显圣之道，便是在诸天万界之中立下无数锚点，太阳便是太一在诸天万界之锚点。你尽可将其彻底斩杀，而后重塑诸天大日，立下属于自己的锚点。自此，你便是新的太阳之主。老师，这法子好，但哪有空当太阳之主啊？这些都不是问题，那时你也能收获不少人情和好处。好，一切按老师说的来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有就快些说，若是没有的话，我就让你还阳复活了。老师，确实有个事儿，这次我穿越到了咱们西出函谷关的200多年之后，那镜子给的任务是帮助始皇帝一统。我想着，若是能够一统天下，乃至于一统星系或者一统宇宙，奖励或许会更高。这事儿您能帮上忙吗？啥？你还想一统宇宙？你可知道，当今宇宙诸天万界无穷无尽，万千神系争锋，还有诸多教派斗得你死我活。你想帮嬴政一统宇宙，也不是不行。等你哪天能够超脱混元，抵达更高境界时，或许就可以了。这种梦我都不敢做，你居然还敢想？你也别把那破镜子当回事，就当它是个能让你穿梭诸天的工具就好。什么任务、什么奖励都无需在意，那任务不过就是让你有个事儿做而已。至于奖励，我都不想说。之前的《道德经》，分明是我让他转交给你的，他倒好，给自己脸上贴上金了，变成任务奖励了。那如果任务没完成，他不给我传送回去咋整？他敢吗？而且就算你想一辈子待在一个世界，他也不乐意呀。他现在与你同体共生，囚禁你便是囚禁自己。行了，看来你应该没问题了。外界已过去多日，你快去吧。速速还阳，记得好生修行，早日登临大罗天。太一神，我楚国果然是天命所属，有神灵庇佑，日后必当一统天下。什么秦国，
不过土鸡瓦狗，迟早覆灭于我等之手。反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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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他给我拿下！都给我滚开！这就对了。雕虫小技，道家祖师的确名不虚传。单论神通，我不是他对手，但很可惜，我乃神明在人间之行走，他能逼得我献祭寿元，请神明临凡，已经足以自傲了。陆子的确可称当世第一，无人可敌。能杀他者，唯有神明。人终究是斗不过神的。圣子，你这神通倒也不错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从今以后归顺楚国，待日后山河一统，你自有大好处。归顺？我归你妈个头！今日我若不死，往后必以杀你为余生之志。好风借好力，我踏白云行。果真是门好神通啊，当真让人羡慕。只是可惜，若不能为我所用，我岂能留你？我打不过陆子，还能奈何不了你。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臣服，要么死。哼！啊呸！愚蠢！给你机会，你自己不中用，那怪不得我了。东皇且慢，东皇，此人虽然神通千博，非你对手，但其身份铸就不差，乃是道家五老之一。与其杀之，不如留下，以他为质，或可号令道家为我等所用。想来道家也不愿他就这么白白死去。大王说的有理，且先试试看。若是能成，自然最好；即便不成，到时候再杀也不迟。岂有此理！楚王熊元、东皇太一欺人太甚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且自己看。祖师败了，无耻太一斗不过祖师，居然请动神明出手，可恨啊，可恨！诸子百家可入国宣扬学说，正治国之念，但绝不可受人威胁，沦为他人手中之刀。宁可一死，绝不屈从。与其畏畏缩缩，不如我等冲入楚国王宫去救下圣道。成则成矣，若败了，便一同下去见祖师。到时候你我也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，没有给道家蒙羞。好，既然诸位都是这般想法，那你我便同去楚国救圣道，以免道家沦丧；斩东皇，以报祖师血仇。荀子为何立在此地？莫非就是为了嘲笑我等几句？陆子神通，人间已然无敌，如今败于神明之手，我只是替他惋惜。而且今日我在此等候，并非是为了嘲笑而等。你们此去，可是想要与那东皇搏命？自然，要么他死，要么我们死。总之，想要让我们朝弑杀组织仇人屈膝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好，既是如此，那我便与你们同去。荀子，你这是楚国斩杀陆子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但他们挟持圣子，想要号令道家。今日能如此对待道家，一旦成功，那么往后效仿者必不计其数，诸子百家都难逃一劫。故而必须在开此先河之前将其斩断。荀子所言不差，所谓唇亡齿寒也。你家祖师之仇，我们不会插手，但圣子必定帮你救回来。多谢诸位。诸子今日共聚于此，不知所谓何事？听闻贵国挟持我学宫之人，不知其犯了什么律法？陆子与圣子擅自闯王宫，当时圣子更是以神通镇压禁军，此举无异于造反，故而擒拿镇压天牢之中。可我听闻，乃是贵国东皇率先设伏，想要劫道家祖师，而道家祖师挟圣子来此，不过是为了结私人恩怨，且当时楚王都未曾因此多说什么，怎的事后还扣上罪名了？当时陆子兄威赫赫，大王暂且避让而已，罪就是罪，那还分什么事前事后的？原来如此，造反乃是十恶不赦之重罪，贵国为何不即刻行刑，斩杀圣子以正律法，反而还去信学宫，说什么不想圣子身死，就须听命于尔等之言？
尔等今日敢以圣子挟持道家，他日是不是还要给我寻个罪名，以此挟持儒家？亦或者另寻其人挟持诸子百家，鬼域心思，龌龊手段，想出如此卑劣手段之人，也配立足于这青天白日之下？你们到底想要如何？你们不是说圣子犯了造反重罪吗？那请即刻行刑，以正律法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圣子也是学宫之人，荀子就这么想他死吗？圣子！非我要让他死，而是你们说他犯了造反重罪，东皇此刻挟他至此，看来是要在我等面前行刑了。那就还请速速动手吧。请东皇出手行刑。想逼我入局，计谋虽好，可这个世界是实力为尊的。你们事再大，能有神明大。今日既然来了，那就一锅端了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好，既然诸位这般要求，我岂能不满足？今日我便在此，在诸位面前明正田刑，亲自出手斩此恶贼。尔安敢如此？不自量力！这是要做什么？不是你们让我杀他的吗？怎么我这才要动手，你们又反悔了？死则死也，正好我能去陪祖师，免得他一路孤单。诸位能为我奔走，我铭记于心。但已经够了，我死不足惜，诸位还是速速离去。此人可请动神明降临，非凡人可敌。如今肆无忌惮，必然是存了以神明镇压尔等之心。你们快走啊！神明临凡又如何？我们并肩齐上，只要抢到圣道，下一刻便能回到稷下学宫。他那神明若是能距离万里之遥，将我们一网打尽的话，那我们无话可说。上！给我破！天人相分。他就先交给你了，给人看好。扶起来。久闻荀子神通强悍，今日一见，名不虚传。如今就剩下他一人，尔等还不出手？我还以为你们多厉害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不过你们能逼得我使出这神通，也算不错了。要知道，当日对战陆子，我都不曾用过这招。本以为又要献祭寿元，请神明降临，这下好了，又能多活10年，赚麻了。尔等土鸡瓦狗，不过尔尔。什么陆子，什么荀子，再强又如何？我有神明庇佑，我有天命在身。这个时代注定是我东皇太一的时代，数百年乱世，也将终结于我手中。未来，必定是楚国一统天下。诸位，祖师已死，我无心再活，今日恩情只能来世再报。走吧，快走吧，
莫要等到他请神明降临，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。我死不足惜，但不能让你们也沦陷于此啊！死不足惜，是临死前都没去洗一次脚，所以觉得很可惜吗？陆子，祖师，您没死啊？你不是被神明以太阳真火洞穿心口了吗？对啊，是洞穿心口了。还好当时我看到神明之威势，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了，所以这才躲过那致命一击啊。陆子，你我恩怨可以坐下来好好谈嘛，何必非要弄个你死我活呢？你还别说，我确实想。来，赶紧请你的神明下来，让他来杀我，我就站在这里求死。这里切勿杀！哎呦，你请的神明呢？怎么还不出现？难道他不在家？难道神明抛弃我了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吧，我来试试，说不定就成功了呢。不是，这比没完了，一直请，再请的话我就给你拉黑了啊！算了，还是去一趟吧。这小子背靠大树，惹不起啊！哈哈哈哈！你还想请神明降临，做什么白日？收起你的神明架子，显摆给谁看呢？他请你2次，你都不曾回应。喏，你家的神被我请来了，你快些让他出手把我杀了吧。哎，说什么杀不杀的？我一直都是以和为贵的，杀伐之事太过血腥残暴，不好啊！那么，你是不愿意帮他杀我？那你就帮我杀了他。他可是我最忠诚的信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的意思是，得加钱。你是说用这个来换他的命，是你傻，还是你在当我傻？他的命，配吗？不愿意就自己走吧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老是还说自己面子大呢，结果现在我就是想让人帮个小忙，别人都不给面子。不行，改天得去跟他好好说说。小子，我给圣人面子，可这不是你敢辱我的底气。辱你？我辱的就是你。你要么杀了他，要么我去告你的状。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想本体再次被打碎吧。哼，杀就杀！这只是利息而已，待我正道大罗时，定让万界换新日。这就是道家祖师吧？对待神明都是这般强横，当真是我辈之楷模。无需多言，这次倒是连累你受苦了。这一次诸位鼎力相助，多谢了。陆子客气，这都是我们该做的。那东皇太一倒行逆施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理？荀子大义，这次能不计前嫌，让人敬佩。我此行非是为你，也不是为了道家，我只是不愿东皇携慎子，以令道家之事成功。一旦此先河，百家便再无安宁。我为人一向公平，人如何对我，我便如何对人。当初荀子欲镇我以扬儒家之名，因此我夺你25载寿元。
今日无论你心中如何想，但终究是帮了道家。这25载寿元，我还给你。诸位魁首今日相助，我也不敢相忘。我可以给诸位一个承诺，日后你们若有所求，只要不伤天地人和，我必然满足。